怎么样，伤得重不重啊？没事，一点小……哎呀，轻一点，老尤，你小心点，他们的铁甲砍不进的。哎，我刚才已经领教过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王贵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兄弟们，打起精神，给我杀回去！是！跟我出去再杀一回！忍住，马上就好。兄弟，忍住点，来，抬起来，有事拿过来。忍住了，没事没事啊。兄弟，没事，忍住，兄弟，养几天就好了。兄弟们，这点伤对咱们岳家军来说算不了什么。大家都坚持住！杨令军，他们有铁浮托，刀枪不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打不过他们呀！兄弟们，上马！兄弟们！跟我再杀回去！上！岳飞使用车轮战，我军已经不行了。
看他们能够有多少人，全部给我上！上！决黄河！杜帅，不能决啊！少废话！杜帅，杜帅，岳将军胜券在握，我们不能决呀！杜帅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！兄弟们，这黄河不能决呀！对面都是我们的亲人，杜帅，我求求你了！违令者斩！看你们谁还敢抗命！点火！
黄河水，让两淮民众家破人亡，几十万人死于这场浩劫，几千万人流离失所。是谁下令决斗黄河？我要他的命！四太子，决黄河的那个人，正是汴京的守将杜充。但是这么大的事情，仅仅凭他是做不出这个决定的。他一定是受了朝廷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罪魁祸首就是宋朝的皇上。好，下一个杀的就是他。四太子息怒，属下觉得当务之急是尽快清点人员数量，尽快召回所有部下。铁浮屠死了多少？四太子死了多少？现在还没来得及清点人数。传令下去，尽快清点，重新编队。四太子，我想咱们现在能不能暂缓南下？暂缓南下，区区黄河水，就想挡住我大金的铁蹄吗？传令下去，我要直取健康，杀了这个狗皇帝！宋朝皇帝为了阻止我军，竟然不惜绝了黄河，此事必为天下人所唾弃。民心向背之后，必然有所转变。以末将看来，此时出兵对我们绝对有利。但是黄河决堤之后，要想渡过黄河，那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下令，尽快准备船只，我们往东边取道南下。是。杜帅，杜帅，怎么样？挡住金人没有？挡住了，挡住了！铁浮屠速度太慢，死伤惨重，江面上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尸首啊！好，真是太好了！只要能挡住铁浮屠，绝黄就是大功一件。岳飞呢？生死不明，有没有找到尸首？没有。杜帅，黄河决堤时，岳飞正和金将厮杀，可能被水淹了。当我们想杀岳飞的时候，每次到必死的情形时，他都能逃过一劫。这一次要是叫他逃脱了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您的官阶比他高，手中又握有重兵，我就不信他敢以下犯上。待我上书朝廷，禀明绝黄祖今有功。等皇上回复了再说吧。还有，最近府内严加防守，谨防有人闯入。皇上，黄河决堤，由泗水入淮，成功地阻止了金人侵犯我大宋江山。杜大将军此战之后，确保我大宋江山3年之内不受金人骚扰，此乃大功一件呐！大功一件。
河决堤，涂炭生灵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大宋有多少子民丢了性命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？皇上，杜将军此举虽有失民心，但他的确阻挡了金人。金人残暴，众所周知。若不是绝了黄河，那金人长驱直入，到时候死伤的百姓，绝不会在少数的。秦大人此言差矣，绝黄河死伤的人数，已经远远高于金兵入侵。如今两岸之地疫情蔓延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皇上，如今之计，如何救百姓于水火，才是最重要的呀。赵大人，言之有理。皇上，以微臣所见，这次杜将军是立了大功的，朝廷应该对立功之臣给予赏赐才是啊。王大人，如今百姓流离失所，疫情蔓延，你难道只关心赏赐吗？赵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皇上，两位大人请息怒。皇上，两岸之地前日确实民怨四起，如何救灾才是当务之急。恳请皇上尽快下诏，特派官员前往两岸救灾，以平民怨。秦大人说的很有道理，这件事情就交由你去办吧。需要多少银两？这个，皇上，请容微臣回去核算一下，尽快回奏皇上。这杜将军的功劳，朕自有分寸。各位大臣，就不要再争了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退朝吧。退朝，恭送皇上。
别走了，别走了！北京市健康啊！算了吧，咱们还是去健康吧。别去失手了，这人迟早会打过来的。去健康吧，去健康吧。走吧，乡亲们，算了吧，去健康吧，不能去汴京了。走吧，娘儿，健康在哪儿啊？奸臣贼子，你们想造反吗？我们来替天行道！昏君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苗父，刘知燕，你们夜闯朕的寝宫，该当何罪？皇上还是不要妄动的好。你们这算什么？算什么君臣之道？你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讨燕云、赢2胜，如今只知道逃跑，这又算什么君臣之道？朕怎么想，其实你们这些人能够了解的，是吗？这叫骄兵之计。你一代将军，没读过《孙子兵法》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哼，相信你这些鬼话的，只有康吕和王渊。如今他们已经人头落地了，你是不是要跟臣子们说句真话，说句良心话？真话，良心话。过河。记得吗？有个叫岳飞的，恭恭敬敬地给你上折子，要你下旨过河赢2胜。可是你还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还让他卸甲归田了。赵构，
你就别妄想了。我们俩可不是岳飞，我们俩是不来则已。既然来了，就跟你表个明白。听咱的，什么都好说；不听咱的，就让你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不让你石头缝里栽花，做这赔本生意。你这当皇帝的，只知道白天吃喝拉撒，夜里抱着光屁股的女人睡觉。你知道这宫里的文文武武、老老少少，有多少是要你送去凌迟3日的混账东西？你听着，今天晚上面对面跟你说话的，不是我刘正彦和苗阜，而是20万精兵，数百员猛将。只是你的眼睛里只看得见女人，却看不见杀机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们要干嘛？放开他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写下罪己诏，废帝退位，朝廷立你的小儿子登基，由孟太后垂帘听政。就这么多？就这么多还不够吗？朕自即位以来，所为不至，遭强敌欺凌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朕不忍生灵涂炭，逊位以告天下。望宋京自此休兵，不再兵戎相见。夫人，夫人，外面有大批的官兵冲进来了。他们是来干嘛的？请韩夫人跟我们走一趟。你给我滚过来！滚过来！哎，来喝。韩夫人到。走开！韩夫人，今日真是多有得罪啊！韩大人一直是我等武将心中敬仰的前辈。这几日京城会有些动荡，我们是担心韩府遭贼人攻击，所以特请韩夫人到宫内来避一避。两位大人的一番心意，梁红玉先代将军谢过了。啊，既然韩夫人不怪罪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来人，替韩夫人安顿一下。是。慢，刘大人，我有一事要与你商议。啊，韩夫人请说。自康王继位以来，虽然时时高呼要北伐，却始终没有付诸于行。朝廷内的事，韩将军也多次与我提起。他常年南征北战，麾下众将领奋勇杀敌，不畏死伤，求的就是为宋朝夺回失土。可是朝廷却屡屡托辞，不肯动兵，这怎能不叫人心寒呢？韩夫人所言真是句句道出我们武将的心事啊！近年来，我身居京城，对康王重用宦臣一事也有所耳闻。听闻他昏庸无能，不理朝政，百姓都对他怨声载道。决黄河一事，更是让民怨四起。今日，两位大人的所作所为，
在我梁红玉眼中，乃是一大义举，是为天下百姓造福啊！韩夫人果然是深明大义。实不相瞒，韩将军其实也早有反应，只是苦无机会。两位如果愿意让我带信给他，他应该会追随两位。韩夫人所言正合我们心意。但这路途遥远，夫人不如先将孩子放到我们这儿，我们会派专人照顾的。我也不想幼儿随我舟车劳顿，然而小儿尚年幼，还未断奶，留在这里让两位大人照顾，恐怕不大方便。两位若是怕我路途奔波，大可派人与我同去。好，韩夫人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。来人，备马，护送韩夫人去秀州。是。为何停车？夫人，走，驾！夫人稍等，将军马上就到。夫人，将军，你这次过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京城出大事了！苗夫与刘正言带领手下叛变，深夜入宫，软禁了皇上，强行要他下诏让位。皇上可还安好？人在何处？听宫里的内线说，皇上暂押大牢。两人呢？在。放信鸽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出事了！这是韩将军所发的飞鸽传书。苗刘二人兵变，还软禁了皇上。此二人一直主张抗金，对这次朝廷难逃非常的不满。此番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，想必也是被逼急了。再急也不能胡来，这么做是会误己、误君、误天下的。来人，在。把王贵、牛皋、杨再兴叫到前厅议事。是。大哥，韩将军已经决定带兵去临安勤王，还号召各地的守军支援。我们去还是不去啊？督帅，韩世忠传信给了各路将士，号召秦王。现在各路将军纷纷响应，那我们什么纷纷响应？除了刘光世去了临安，其他人等都是嘴上热闹，根本没见什么动向。那杜帅的意思是等，大家都在等，我们也别着急呀。临安的局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
要不我们也学别人，表面响应韩世忠的秦王号召，但实际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演戏就要真演，不可全军出动，也不可不派一兵一卒。我准备派出一队人马投石问路。如果韩世忠、刘光世赢了的话，那我们便是秦王的功臣；如果苗父刘正彦赢了，我就接受着右丞相之职。还是杜帅英明，这样既是两全之策。但不知杜帅派哪位将领前去临安啊？报！禀告将军，岳飞求见。快快有请。是。岳飞参见杜帅。哎，免礼免礼，恳坐。谢杜帅。临安之危，想必杜帅已经知晓。我已经收到韩将军的书信了，不知杜帅作何打算？皇上有难，做臣子的自当火速前往救驾。不过，临安固然紧要，汴京已经归了金人，这健康城形势也非常紧张啊。如果我们大举进犯，敌人就会兴兵南下。敌邦外患不可不防，萧墙之祸不能不除啊！如果杜帅信得过岳飞，就请杜帅准许岳飞率本部人马前往临安秦王。岳将军，秦王是要紧的事，杜帅本该亲自领兵前往临安，但眼下这形势不容杜帅亲自动身啊。若是皇上日后问起杜帅为何不亲自领兵前往，但不知岳将军将如何回答？岳飞是杜帅的手下，岳飞前往临安秦王，等同于是杜帅前往临安秦王。杜帅虽身位在临安，却无时无刻不忧心皇上的安危啊。你能明白我的苦心，实为难得呀。这样，你就带本帅前去秦王。末将遵命。等等，火速回营点兵，马上出发。是。此次临安之行，免不了要兵戎相见。你看你刚生了孩子，又日夜赶路，身体还未恢复，我看不如留下来休息调养吧。贵人，你应该明白，越是危险，我就越是应该陪着你。论武功，论谋略，这两个人都不是我对手，所以说，娘子你不用担心。再说，咱们现在已经有了燕儿。将军，燕儿若是明白这前因后果，相信她不会责怪我的。更何况，我与将军还要一起白头偕老呢。我随你一起去，
相信他们不会有戒心的。好。京城的4个入口都有重兵把守，城外也有士兵驻扎。苗刘2人此次兵变部署周全，想必是计划已久。现在皇上还在宫内，所以我们此次行事一定要小心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好，岳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兄弟几个明日先做乔装打扮，然后再混入京城，你看如何？对，这样好过硬闯。我也正有此打算。岳大哥的那张脸啊，有多少人知道啊？恐怕光是乔装打扮不够吧？啊！我自有打算。东门的守将是苗父的家里人，颇有些本事。张宪，你去吧。得令。你要多少兵马？嗨，多少都可。越少越好，可否？单枪匹马也行啊。好，杨再兴在，你去打西门。是。牛皋，哎，南门归你了。太好了，俺老牛这些日子天天领兵马，憋坏了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啊。北门的守卫最严，人手最多。王贵、傅庆，在，你们俩跟我去。诸位，明日黄昏，韩将军会亲自入宫，一旦确定了皇上的安全，他就会给我们信号，届时我们一起动手。明日之事，只许成，不许败；只许进，不许退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梁红玉已经去了5天了，怎么还是杳无音讯？莫非情况有变？各地都有人在秦王，甚至包括杜冲和张俊的部下，全都拒绝了咱们的册封。那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？只要康王还在咱们手里，不用怕。报！禀报将军，守军来报，韩世忠已回到皇城。见过2位将军。赐座，上酒。来，韩某先敬2位将军。素闻韩将军是个爽快人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啊！2位有如此魄力，也让韩某十分佩服。实不相瞒，当今朝廷宦官与大臣勾结，武将血洒疆场，却要忍气吞声。说实话，韩某已经忍耐多时了。这么说，韩将军是支持新军的？当然，只是不知道新军对韩某可有加官进爵啊？有，当然有。只要韩将军愿意效力新军，高官厚禄都不在话下。更重要的是，北伐一事也会有个说法。那就太好了。不知2位打算对康王如何处置？那韩将军有什么建议啊？我大宋讲究君臣之道，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就这么一直把他关着，又没有合适的罪名，我看反而难以服众。呵呵，韩将军果然说的有道理啊！依韩某之见呢，不如封他一个王爷的爵位，把他贬到边疆去。
既可以保存了名声，又可以无后顾之忧。二位觉得如何呀？韩将军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啊，在下佩服。明日我就让皇上下诏。我只是一个建议。来，喝酒。来。如果二位将军不介意的话，我有几句话想向康王交代一下。什么话？当年他重用宦臣，韩某直言相劝，却落了个险些罢官，这口气不出，义愤难平啊。这样看来，我也有话要说。来人，在，把康王带上来。是。哟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死到临头了还不忘风流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。把他带走。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走！爱妃，快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！快！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走！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！皇上，皇上。哎呦，这不是康王来了吗？快，给康王看座。康王，你怎么不坐呀？啊？坐呀！来人，给康王倒酒，喝吧。喝，你倒是喝呀！今天叫你来，是有一个喜讯要告诉你。喜讯？对，我们要升你做王爷了。王爷？派你去岭南做王爷，有良田万顷，不但没有生命之忧，还有朝廷的赏赐可以拿呢。好。各位大人，今日喝得这么高兴畅快，真是难得。不如让我来为各位大人击鼓助兴，你们看可好？好，早就听说韩夫人是个击鼓的高手。既然韩夫人愿意赏脸，当然好了啊！好。
皇上受惊，微臣罪过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诸位爱卿，不必拘礼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今日朕特别让御厨备下酒宴，这一方面是为诸位庆功，二来嘛，就是不想拘这些君臣之礼。你我君臣说一些交心的话，啊！谢皇上。韩世忠、岳飞，你二人可是朕的救命恩人呐！若不是你们及时派兵秦王救驾，力斩逆贼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。二位爱卿忠勇可嘉，实为朕之左膀右臂。有你等忠臣，我大宋必胜。皇上过誉了。皇上，经过这几日折腾，龙体可安？朕只是受了些风寒，没什么的，过几日便好了。皇上，此次秦王救驾，臣听说韩夫人功劳不小，不在韩将军之下，可谓巾帼不让须眉，必传为佳话，是不是应予封赏？哦，韩大人，这位可是令夫人？回皇上，正式见内。梁红玉拜见皇上。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此番你奋勇杀敌，舍身为国，不惧生死。好，梁红玉听封。朕让你擢升3等，封你为安国夫人。谢皇上隆恩。如今金人骑兵南下，建康就是他们毕恭的地方。若建康一失，大宋难保啊！岳飞，你是员虎将，有你守在建康的话，朕会安心很多。皇上放心，末将誓死守卫建康。诸位爱卿，同心协力，保我大宋江山，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也算告慰困在金营的二弟。迎回二圣，收复故土。难道这岳飞会了妖术？韩世忠也会了妖术？在隐隐约约之中，还有很多的楼船。这些楼船是跑海路的，我在长江之中从来没有见过楼船。他们的火力不比咱们的小啊！哼，不过看到前面有船，就慌成这个样子。要是看到后面也有船，胆子都要吓破了，是吧？报！太子，船后势力有敌情。太子，你快看呀！完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黄天荡。
世忠跟咱们耍了个心眼，来的时候毫无动静，现在回去你就来堵我，今天跟你拼了！你们看，千帆齐发，四面埋伏，看来这回南宋把所有船都派来了。我们要稍有不留意，也许这回就会栽在韩世忠的手里。岸上必有岳家军的炮队在等着我们，水陆交攻，那就麻烦了。哼，你该庆幸这一趟没有白来。我们在马上打仗打得多了，在水上这还是头一次。让我们大家拿出马上的劲儿来，这回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扬帆！现在两船间隔只有5里之遥，各船等待射击令了。
周瑜社的探子来报，韩将军知道岳家军在广德连胜，夺回了健康，牵制住了韩常的援军，特来告谢。感谢韩将军的美意，岳家军会镇守江边，堵死金人的退路。只要有金人的船队想要逃，他们有多少，咱们就杀他多少。目前看起来，韩将军这边水势熟，士气旺。他这个一战水师的混号，就要在这黄天荡一役中全然改观。照这个战况发展下去，一个可能是到了傍晚时刻，北金突围去镇江；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北金被韩将军困在黄天荡10日8日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等人前来救援。若是四太子被困，又无人能救得了他，那他这几万人肯定要涉水上岸渡江一战。那么这黄天荡的结局，就回到咱们岳家军了。咱们把四太子送到水里，可不能再把四太子接上岸。我请各位来，是为了重申这一道封锁江边的命令。第一军，主控莲子墩一带。得令。第二军，主控碧玉峰一带。得令。第三军，主控降龙湾一带。得令。第四军，主控和尚屯一带。得令。韩世忠领着一群娘们儿，敲着锣打着鼓，就把大金的勇士给吓着了。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！这事儿要是传到盛京，皇上和詹韩会如何想我？你们是选择自刎谢罪，还是送到海里喂鱼？四太子，如果大战在即，惩罚将士的话，有可能军心大乱。不如让夏金乌带几个兔崽子将功赎罪。且容你下一战为先锋。谢四太子，小将定誓死效命。
如今，男人用船，正如大金勇士用马一般。黄天荡位置优越，背山面江，而且地势凶险，是一个驻防守江的好地方。现在我们的关键在于如何能把它给破。正如军师所言，如今我们被困于此，可有破敌妙计？我们可否打上岸去？打上岸是万万不可的。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打上岸的话，万一在岸边中了岳飞大军的埋伏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将会进退两难。你们有什么破韩世忠的妙计？如今之计，唯有四太子亲自前去与韩世忠对话。他韩世忠是个什么东西？要四太子亲自出马？四太子还是要以大局为重，千万不可视入虎穴。我去会会他。这次，我们就坐在这黄天荡、降龙湾，死守金兀术。我看他这次是插翅难飞。韩将军英明，来，干！启禀将军，四太子金兀术派人前来送信，请您到江面一掷。哦，不如叫偏将带你前往。我呀，正想好好会会他呢。备船。久闻韩将军英明，今日幸得相见。四太子干嘛那么客气？自你从詹罕手中夺得兵权之后，又残害了多少大宋的百姓？你是我们大宋的百姓，有谁不知道你四太子的威名啊？见笑了，凡事以和为贵。你若是放我过江，我必重谢韩将军。你若想免两方兵戎之恶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依我的话行事，保你在此安居。待两方合议之后，我亲自送四太子回去。我愿将此次所得财宝全数奉送，唯求韩将军网开一面，放我归北。自今大金与大宋以大江为界，放还赵氏二弟，永不相侵，为兄弟之盟。四太子称兄弟之盟，可见诚意啊。但是，燕山以南皆是我大宋的土地，岂能由你占据不还？你个韩坡吾，敢与我单挑否？一定是那秦桧使的坏。怎么讲？我在送皇上回临安城的时候，看到秦桧拉回几箱金珠宝。秦桧，好啊，他肯定是收了金人的好处，然后在皇上面前谗言，所以才让大哥南下。哎呀，大哥，不用理他，只要咱们抓到了金兀术，那可是天大的功劳啊！是啊，大哥，索性不管他。
既然是皇上的圣谕，公然抗旨不太好。杨再兴、福庆在，你们带我军主力驻守此地。是。王贵、张宪、牛镐在。你们随我南下。是。哎，诸位兄弟，等等！我今天啊，有个提议，别光咱们自己兄弟喝，咱们也得请那个金兀术喝点儿。但咱们请他喝的不是酒，请他喝的是长江里的黄汤子。瞧你得意的！啊，我呀，敲了40几天的鼓，膀子都敲酸了。他呢，喝了几十天的酒，舌头也喝麻了。今天啊，咱们众兄弟放开喝，等那个金兀术啊耐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就将他生擒活捉啊，然后泡到酒里，送给岳飞兄弟。我看他还下不下这个禁酒令。哎，其实岳大哥不让我们喝酒呢，只是怕我们这个喝酒误事。对，大哥他私下对我说，他说那个有朝一日我们打到黄龙，然后呢，他要跟兄弟们喝个3天3夜，然后人事不知。听好了，这一天快到了。这样好不好？要不一会儿我福庆和杨毛子，我们2个人摸到对面去，把金兀术绑了，然后呢，提前放到酒缸里，等大哥回来酒也泡好了，不但把他灌醉，连他那匹大白马一样4脚朝天的。对。岂有此理！我要点个亮，说什么会暴露行迹，我要行传布阵，说什么攻必坚，战必败。40多天了，爱妃现在卧病在床，一日不如一日，而我要去找个大夫都找不到。我出兵这么多年，现在连我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我都保护不了。探子回来了。启禀四太子，水师3千名安全到达老灌口，开始拓宽河道，引水入渠，以便船队通行。预计2个时辰之后，
我船队可以突围北上。天不绝近，2个时辰之后，依照计划，迅速进入老灌口。是。有志跟随岳鹏举，8年生死皆与共，一朝赢得2胜还，各去放马，弟子把秧苗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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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埋伏，你先走，去韩将军那儿请兵。那你呢？我去会会他们。好，你多加小心，我速去送人。走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遇到了金兵的埋伏，请将军立即派兵支援。什么？
天荡一战。韩世忠和岳飞的兵马困住了金乌珠的人，整整困了48天。梁红玉功不可没，他击鼓退金兵，威名震天下。统领是从长江里捞上来的，我相信他的英灵还留在江水之内。你们过江的时候，别忘了招呼他一声，给他撒些酒，扔个粽子。兄弟，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啊！末将岳飞参见皇上。岳爱卿，免礼。谢皇上。岳爱卿，此番你跟韩将军在黄天荡这一仗，打得真是漂亮。正是，
一个领头，一个收尾，老干新枝相依相靠，如此才能把金乌珠困在大江之中整整48天。他们这等老少配，真是我朝廷之幸，皇上之福啊！黄天荡一役，托有生事未收实教，是末将失职。北金船队借江水之长，暗中逃脱，末将等此番进宫，自请惩处。哎，今人经此一役，3魂已经丢了2魂。此番，他们应该明白，搜山捡海是行不通的。我大宋后继有人，势不可侵。秦爱卿，你比较了解金人的心思，你觉得他们会回头吗？皇上，依微臣之见，黄天荡并没有吓倒金兀术，相反的，金戈铁马会源源而来，他还会扑腾出更大的石破天惊。国难家仇，无可奈何，也只有尽人力而听天命了。好，朕生来好马，所好之马，既非泥马，亦非天马，而是疾走如电的战马。所以在朕的园子里面备有上品的马匹。岳飞啊，你若有意，不如去朕的园子里面挑选1匹良驹，充为坐骑。谢皇上厚赐。目前末将胯下1匹白马，此马随末将南征北战辗转多年，情同父子。几次危难之中，此马舍身相扑，可谓是1匹不出世之奇驹。末将每在坐骑之上取敌性命，此马当居首位。末将属下称之为大耳白龙驹。凡有异域之情，便与之说3道4，闲话家常。白龙驹，朕记得啊。哎，什么时候牵他入宫，让朕试他一试啊？看来尊驾之前很难得容此一白龙驹。岳同志驷马有方，这说明了一个现象：朝廷用人贵精不贵多，匹马践行千里，一夫足以当官。若皇上选将得意，自可日上3竿，高枕无忧啊。好。赵大人，臣在。今日御园设宴，先行治酒，再行治国。臣领旨。看来皇上身边还是容不下此马良驹啊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才高出众，众必毁之。想不到人是如此，畜生也是如此。
好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好，诸位请驾。岳同志，今日你可以开怀畅饮，想喝多少便喝多少，皇上不会统治你的，是吧，皇上？说得对，不受统治，不受统治啊！回皇上，臣不能喝酒。哦，这就奇了。朕知道岳卿家一向好酒。如此陈年佳酿，岳飞，你为何不喝啊？臣曾喝酒误事，从那之后，臣便立志戒酒。哦，这戒酒是好事。以后光复中原，朕还得仰仗于你。好，从今天开始。朕陪你一同戒酒，等驱除了金邦流寇，光复中原之后，你我二人再好好畅饮。承蒙皇上看重，臣他日一定直捣金人老巢，与皇上痛饮于黄龙府。甚好，把酒撤下去。是皇上，把酒撤下去。岳爱卿啊，朕听说你犯了眼疾，可有此事啊？是。臣常年在外，风吹日晒，久经汗尽，痛肿成炎。臣近日正在敷药治眼。依本官看，岳统治这情形，是因为壮年之躯，火气攻心。若一夜而三女，那眼肿必消，火气必除。不如你按照本官这个秘方试试，如何？可营中无三女，不如就地取三女吧，以壮你壮年之躯。既然如此，就请皇上做大媒了。好。如此甚好。不过，朕知道，岳飞酒后成诗，文气冲天。朕在给你做媒之前，岳飞先写诗。若诗写得好，朕这个媒才可算数啊。启奏皇上。臣初识汉末，不登大雅，涂鸦之作，仅承预览。三女之媒绝不可行。皇上隆恩，臣长跪求赦。来，岳爱卿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哎呀，你这是为何？好吧，朕就饶了你。不过日后要是有合意的，这杯喜酒，朕是要喝的。谢皇上。四宝伺候。赤豹游溪内，春光爱上林。花为千朵锦，流年万株金。燕绕龙旗舞，鹰随凤辇吟。君王多雨露，画育一人心。秦爱卿，你有何见地？皇上，诸位都是皇上的股肱之臣，就只有微臣一人，随二圣在冰天雪地、水深火热之中苦撑多年。今日
有幸还朝，简从君侧。可是诸位看来看去，还是把微臣看成了雨露不沾话外之人，那与诸位是两回事。今日岳飞写的这首诗，与其说是燕绕龙起舞，鹰随凤也吟，君王多雨露，化育一人心，不如说成是秦绕龙起舞，会随凤也吟，君王多雨露，化育秦桧心。我秦桧有幸得到皇上的赏识，我若有忠心正面，则生为宋人，死为宋鬼，社稷平安，龙脉昌盛。若我秦桧生出一丝二心邪念，虽然生为宋人，却是死为金鬼。到那时，则兵荒马乱，山河破碎。岳统治，你这首诗真可谓是先见之明，观察之微。你是在点醒我秦桧吧？昔有董狐笔，今有岳飞诗。千古论化育，谁识愁滋味？岳统治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哼哼，哼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岳飞和韩世忠在黄天荡和金兀术展开一场殊死战斗。宋军打了胜仗，金兵再要听见岳飞和韩世忠的名字，那真是闻名丧胆，望影而逃。金兀术损兵折将，万般无奈回到了大金。那么金军撤走了，岳飞干嘛呢？岳飞可没闲着，奉命抄山灭战。在2年的时间里，岳飞忙坏了，是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人不离鞍，马不停蹄呀。只打的那些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投降的投降，逃跑的逃跑，南方很快换来了安定。大哥，这次我们是杀敌无数啊！嘿嘿，哎，杨毛子，这次你表现最好。爹，是我是云儿。爹，个儿长了，心眼儿长了，就是功夫没长。让你小子使阴招，臭小子！牛叔，这段日子我不在军中，一切可好？大哥，太平的很啊，倒是来了不少投军的百姓。那就好。这次剿匪抓回来数千俘虏，你就先行押解，等待皇上的命令，再行处置。好。
今天真是令人心情畅快，咱们兄弟个个都升官了。是，畅快。丰邑之群，何足为功？如今内寇已除，只期北向，他日扫清胡虏，复归旧土，迎两宫还朝，才是我等把酒庆功之时。对，对，好。话虽如此啊，大哥，你32岁剑节，自古少有，咱们兄弟们见大哥成就这番功业，真是难得的造化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大哥，我当初跟着你在平定军拼命，可真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呐！哎，对，我说啊，听我说几句啊，在咱们大宋将领当中，有像大哥这么年轻就当节度使的吗？有吗？啊，没有，牛爸，哎啊，这句话是大实话呀！嗨，俺牛爸什么时候不说实话了？看看啊！我在皇陵的时候，看着太祖的陵寝，就在想，当年太祖皇帝是30多岁当上节度使的，我呢，而今30剑节我也做到了。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！大哥，好了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那些个赏赐呢，名义上是赏给我岳飞的，其实是赏给我们岳家军的。这些沉香是从海外运来的，十分罕有，大家分了吧。好，剩下的赏赐呢，等到和伪齐打仗之时，我们再奖给有功者。好，我来分了啊，大哥，你呢？在行。好嘞，张谢，谢谢。哟，哎呦，好香啊！你呢？哎，好。哎，为什么我分这么小，你们都这么大呀？哎，这不公平，重新分过啊！哎，大哥，重新分吧，重新分吧啊！哎，再分分。好，你看大哥同意，快，再重新分，啊，重新分了啊！哎，大哥，你的，牛爸啊，我给你一个大的。哎，大哥，哎，这行。玲子，你也来一块。谢贵叔，哎呀，再行，你的，张宪，你的，哎，不都是2块吗？我的呢？快，还有一块啊，对，还有一块，给啊，这就，哎呦，坏了，牛伴分的这么少，回去怎么讨好闺女啊？啊，是啊，哎，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不是兄弟啊？分给我这么少？牛伴，把我的拿去吧。大哥，我怎么能要你的呢？拿着。大哥，我以前呢喜欢在室内烧香，后来觉得太浪费，就不烧了。大哥，你都觉得浪费了，那我拿着不就更浪费了吗？我也不要了。对，我也不要了。我也不要了。我也不要了。好，大丈夫就应该建功立业，要这些个嗜好干什么？不然这样吧，咱们把它变卖了，充作军费。哎，好主意啊！岳大娘，哎呀，张员外来了。岳家母还好吗？我是特来给你送点心来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对了，岳家母的身体好点没有？最近胃口一直不太好，昨天夜里又开始咳嗽。要是您能给看一下，就最好不过了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小毛小病总是有的。等回头啊，我好好给您看看。我今天来啊，还有一封信要带给你。岳将军要回来了。真的？是真的。这次啊，他可立下大功了。是朝廷特准他回来看望家人的。娘，太好了！爹，爹爹，
爹回来了，你可回来了。是。哎呀，欢迎岳将军回来啊！好好好。奶奶，爹回来了。娘，菲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娘，您的白头发又多了。可不是吗？你这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爹，你这一路上受了不少伤吧？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，才这么短的光景，这俩孩子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爹，那我长这么大了，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去打仗了？你还是先在家照顾好奶奶再说吧。菲儿啊，刚回来，去陪小娥说说话吧。娘，您别管。怎么样？您的腿酸胀好点了吗？老毛病，没事的。韭菜来啦！没有。这个小相公长得挺标致的，像个娘们儿是吧？没眼力见儿了吧？什么像个娘们儿？这个就是个娘们儿。哦，小二，哎，来了。客官，有什么吩咐啊？爷，我让你给我上盘牛肉，你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不是，这就是牛肉啊。这是牛肉，一股羊膻味儿。不吃了。哎，等等，走可以，你得先把银子留下呀。你们这是抢钱呢！我们若是抢，那抢的就不仅仅是银子了。好香啊！你别来了，别来了！你别来了！大哥，你们这几个臭火坯子，怎么就这么一会儿又惹起事来？掌柜的，这位姑娘吃了牛肉不给钱，太打人！什么不给钱啊？哪家来的臭小子敢到这儿撒野啊？素素姑娘。这又是你哪个老相好啊？哎呦，我冤呐！这哪是我的老相好啊？这明明是岳飞的老相好。哎呦，我呸！你怎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呀？别生气了，我们不知道您是岳飞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小子们一般见识。哎，素素姑娘，这不是刚来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要走？姐姐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。笑什么笑？我们家的羊肉啊，可是远近闻名的。哎，对，你来了可一定得尝尝。啊，是，对，这就难怪了呀，这牛肉上面一股羊膻味儿。我早就听人家说过，这张用油嘴滑舌，不务正业，没想到开个小店也这副德行。素素姑娘，这小的们招呼不周，你别生气啊！我现在就快去准备吧，哈！素素姑娘，快坐。哎，快点，上酒上肉，干嘛去了？好了，快点，快上菜！没想到我隐居这么多年，大哥经历了这么多事。哎，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？我还真有点想他们。既然岳大哥在宜兴安顿下来，咱们没事可以前去探望啊。哎，对呀，素素，不如这样，你带我们去看大哥吧。我现在不想回去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
我也不知道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你一个姑娘家要小心才是啊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若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就留在这儿吧。这里好山好水的，咱们也可以做个伴儿啊。是啊，你看这里有山有水有吃有喝，大宋上下还有哪有这种风水宝地？我看你就别走了。我大宋自迁都至今，借水田之力富于中原，故水利大兴。今年以来，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，昔之曰江、曰湖、曰草荡者，今皆田也。农耕商贸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这都是皇上圣明，乃万民之福。皇上圣明，万民之福。诸位卿家，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向朕表奏的吗？皇上，前线有捷报传回，岳飞将军带兵平寇成功，捉获匪寇上千人，等候发落，请皇上定夺。今日爱卿们都在，你们有何见地啊？皇上，如今天下甫定，人心未平，即把他们抓到，那就应该施以重刑，以儆效尤，让那些在外面作乱的贼子知道自己的下场，好收敛一点。皇上，张大人所言，臣不敢苟同。对投降之匪众，皇上若能网开一面，则人心归顺；若尽杀之，则日后再也无人归降。皇上，弊大于利啊！乱世就该重典，法令不行，百姓就不会畏惧。现在连年征战，人丁稀少，落实重点，哼，就怕还没有立威，便已失去了人心。你好了。秦爱卿，你也来说说。皇上，微臣以为赵大人一番言辞十分有理。大宋以文立朝，以德服人。若皇上可以宽宏大量，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这的确是上上之策。然而，微臣担心的是，金人作乱以来，檄文修武，这不仅有违了太祖太宗立下的朝纲，更是令江山社稷难修兵革。至于是该杀一儆百，还是以德服人，这的确要看皇上如何定夺其中利害。当威则威，当仁则仁，否则以妇人之仁，只能误了江山社稷。站住！起来，快起来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放开我！放
江叔，小云子，你立了一大功啊！这算什么立功啊？上了战场才叫立功呢。好，有志气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回去还有事儿呢。过来。毛德叔，早点回家啊！饶命啊，将军！饶命啊，将军！饶了我们吧！将军，饶了我们吧！再可怜也不能成为你们犯法的借口。违抗朝廷，严惩不贷。来人，拖下去，杖责80。是。且慢。王贵，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才去逃命的，可否网开一面？我只是秉公办事，你干嘛为他们求情？哎，来人，我拖下去。将军，饶命啊，将军！饶命啊，将军！去吧，郑信。怎么了？听说皇上下旨要杀俘虏，可有此事？我曾经也落草为寇，我知道他们的难处。哎，既然大哥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对他们，为什么不能再网开一面啊？这事你我说了都不算。这样吧，咱们俩去找大哥商量商量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去。好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恶而取之，失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悲而骄之，义而劳之，亲而离之，攻其不备。里面请。爹，毛德叔和县叔来了。大哥，深夜到访，打搅了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大哥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朝廷可有下令，将所有匪寇全部处死啊？此事皇上也很重视，还在斟酌。大哥，匪寇虽然凶顽，但本是愚民。他们走投无路，才走上了反叛之路。可否法外开恩，不要治他们死罪了？你是想要我上书为他们求情？是。大哥，这些匪寇毕竟不同于金人，乃是我们大宋的子民。更何况，他们现在已经投降了。如果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那我们跟那些金人又有何意呢？好，我一定会向朝廷上书澄清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。